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被称为万寿果的木瓜。一提到木瓜，许多人脑中浮现的只是甜滋滋的水果甜点，或者坊间流传的丰胸传说。但你知道吗？看似平凡的木瓜，其实隐藏着改变健康命运的巨大能量。甚至有科学家惊呼，一颗便宜的木瓜居然蕴含如此多的逆天功效，难怪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曾评选它为最具营养的水果之一，还获得百亿之果的美誉。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木瓜的12项惊人功效，以及如何正确使用，将这些功效放大10倍，成为你日常养生的秘密武器。快来颠覆你对木瓜的认知吧。1. 提升免疫力，感冒远离，少生病。木瓜富含维生素 C， 是增强免疫力的高手。100公克木瓜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60毫克以上，据说足足是苹果的20倍。这意味着每天吃些木瓜就能有效满足身体对抗氧化维生素的需求，提升白血球功能。维生素 C 能帮助免疫细胞对抗病毒、细菌，预防感冒、发烧等小病痛的侵扰。除了维 C， 木瓜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E 以及叶酸等营养，全面支援免疫系统。维生素 A 可以维持黏膜健康，黏膜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，鼻腔喉咙黏膜强健了，病菌就不易入侵。难怪常吃木瓜的人整体抵抗力比较好，平时不容易感冒生病。想象一下，在流感季节，每天一片香甜的木瓜，就像替身体穿上隐形防护衣，把病毒挡在门外，是不是很划算呢？而且历史上，木瓜还曾帮助水手们对抗严重的坏血病。相传航海家哥伦布初到新大陆时，船员因长期缺乏新鲜蔬果得了坏血病，但吃了当地的木瓜后迅速恢复健康。哥伦布赞叹木瓜为天使的果实，因为它拯救了大家的性命。由此可见，木瓜强大的免疫提升作用早就深得人心，不只是传说而已。现代科学更证实，每天适量摄取木瓜这类富含维生素的水果，能让免疫系统保持警觉，感冒找上门的几率大大降低。尤其是抵抗力较弱的银发族和小朋友，更应该把木瓜纳入日常水果清单，帮助身体筑起健康长城。2. 抗癌潜能，癌细胞的克星，平民抗癌之王。你可能很难想象，平价的木瓜竟然被称作抗癌之王，但科学研究让这个称号实至名归。木瓜中含有强大的抗氧化物质，如茄红素和类胡萝卜素，这些都是对抗癌症的利器。茄红素赋予木瓜鲜艳的橘红色泽，它也是公认的抗癌明星物质之一。多项研究发现，茄红素有助于防止细胞受到自由基伤害，减少 DNA 突变，从而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。特别是对于常见的乳癌、前列腺癌等，富含茄红素的食物都有预防作用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木瓜的抗癌效果不只来自果肉。在2010年，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科学家发表了一项轰动的发现，用木瓜树的叶子泡制的茶，居然可以直接杀死培养皿中的癌细胞。研究团队将干燥木瓜叶的萃取液加入多种实验室培养的肿瘤细胞中，包括子宫颈癌、乳癌、肝癌、肺癌等。结果发现，木瓜叶提取物能让癌细胞陷入休眠甚至凋亡，而对正常细胞没有明显毒性。更妙的是，它同时提升了免疫系统的讯号，显示木瓜叶在激发身体抗癌防御方面也有潜力。这项研究让国际医学界刮目相看，纷纷感叹大自然的神奇。平凡的木瓜叶竟藏着如此强大的抗癌物质。当然，我们平常不会去吃木瓜叶，但单单食用木瓜果肉也能透过高浓度的抗氧化剂间接预防癌症。日常生活中，癌细胞就像身体里的叛变分子，而抗氧化物质就是维持秩序的警察，能制服这些捣乱者。经常吃木瓜的人，血液中的抗氧化指数较高，细胞受损的程度降低，自然癌变风险也随之降低。难怪营养专家常说，多吃木瓜等水果蔬菜是远离癌症的简单策略。此外，木瓜富含的膳食纤维也扮演抗癌英雄的角色。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排除致癌物质，特别对预防大肠癌有益处。想象一下，木瓜柔软多汁的果肉滑入肠道，既当清道夫清除肠道垃圾，
又当消防员扑灭自由基的火苗，让癌细胞无法肆意滋长。如此平易近人的抗癌利器，实在是上天给予我们的健康礼物。3、保护心脏、血管清道夫，预防心血管疾病。心脏和血管就像人体的马达与管道，一旦出了问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幸木瓜是守护心血管健康的一大功臣，被誉为心血管的守护神。它所含的多种营养素对心脏特别有益。首先，木瓜富含维生素 A、C、E 等抗氧化维生素，可以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。当坏胆固醇在血管中氧化沉积，就形成斑块堵塞血管，而抗氧化物质能防止坏胆固醇氧化，从源头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。换句话说，常吃木瓜等富含维生素 C、E 的水果，有助于保持血管弹性顺畅，避免那些致命的堵塞发生。其次，木瓜里的矿物质组合也对心脏大有助益，它含有相当丰富的钾，每100克木瓜就有将近150毫克钾。钾离子能帮助人体抵消钠盐对血压的影响，具有平稳血压的作用。当饮食中钾充足时，血管会比较放松，血压容易维持在健康范围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这点尤为重要，因为高血压是心脏病和中风的主要诱因之一。而木瓜甜甜的，却不含一丝钠，反而钾多，正好帮助身体把多余盐分排出体外，可谓天然的降压水果。木瓜还提供镁、叶酸等心脏喜欢的营养素。叶酸能降低血液中的同半胱氨酸浓度，这种物质若积累过多，会伤害血管内壁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而叶酸就像润滑剂，减少同半胱氨酸对血管的侵蚀。研究显示，叶酸摄取足够的人，心脏病发生率较低。木瓜恰好含有不少叶酸，吃起来甜美，却在默默保护你的心脏。此外，膳食纤维也是木瓜守护心脏的秘密武器。纤维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。当我们摄入纤维后，纤维会在肠道中与胆固醇结合，阻止胆固醇被吸收进入血液，随后将其排出体外。每天吃1碗木瓜，温和地为身体带来数克纤维，长期下来有助于控制胆固醇。胆固醇降了，心脏压力就小了，心血管病的风险也会跟着降低。可以这么说，木瓜对心脏和血管的照顾是全方位的，抗氧化防止血管生锈堵塞，钾离子帮助降血压减负担，叶酸降低血管毒素，同时纤维清扫胆固醇。难怪有人把木瓜比喻成血管里的清道夫，一点一滴守护着我们的生命之河。想保持心脏年轻有力吗？不妨从今天起，餐后来几片木瓜当甜点，既满足口腹，又给心血管做保养。4、改善循环，降血压，防中风，血脉更通畅。除了对心脏本身的好处，木瓜在维护整体血液循环和预防严重血管疾病方面同样表现出色。我们常听说高血压和中风是无声的杀手，往往悄悄威胁中老年人的健康，而木瓜丰富的营养正好针对这2点提供保护。首先，刚刚提到木瓜富含钾，有助于控制血压。钾离子不仅能拮抗钠盐，还能促进血管壁上的平滑肌放松。当血管放松扩张，血液流动就更加顺畅，血压也就下降了。研究显示，饮食中钾摄取高的人群，高血压发生率显著较低。而木瓜作为水果，既提供钾，又不含胆固醇和饱和脂肪，这对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环境非常理想。试想，每天饭后吃点木瓜，既解馋，又在不知不觉中为血压做了管理，一举两得。再者，木瓜的维生素 C 和 E 在预防中风方面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中风通常源自于脑血管的阻塞或破裂，而动脉硬化是重要诱因。木瓜里的抗氧化维生素就像血液中的守护者，防止胆固醇在血管内壁沉积成斑块，降低动脉硬化风险。国际上有研究指出，摄取维生素 C 丰富的人，中风风险比维 C 摄取低的人减少约20%以上。毕竟维生素 C 可以促进血管胶原生成，让血管壁更有弹性，不易破裂。再加上抗氧化作用，减少斑块，等于同时降低出血性和缺血性中风的可能。木瓜恰好提供了丰沛的维 C，
让你轻松吃出对抗中风的本钱。另外，木瓜中的叶黄素和其他植化素对微循环也有益处。良好的微循环意味着手脚不冰冷，组织能得到充足氧气营养。许多水果都有改善微循环的效果，木瓜也不例外。它的营养可以让血液粘稠度降低一些，血液如水般轻快流过身体每个角落。不知你是否有过这种体验？天冷时手指发麻冰凉，如果平时吃点木瓜补充营养，循环改善了，末梢血液循环也许能更好。冬天手脚冰冷的毛病都有机会获得缓解。综合来说，木瓜对血压、血管弹性以及整体循环系统的维护都有帮助。它就像贴心的血管保养师，日积月累地减轻你的血管岁月痕迹。高血压患者或有中风隐忧的人，更应该将木瓜纳入日常水果，以天然的方式辅助控制血压，保护大脑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吃了木瓜就能高枕无忧，但当我们养成每天摄取水果的习惯，特别是选择像木瓜这样营养密度高的水果，长期下来确实能让身体内环境更平衡，降低那一瞬间致命发作的概率。与其等问题发生后再后悔，不如平时就多吃几口木瓜，给自己的血管多一层保障。5. 帮助消化，肠胃清道夫，吃大餐不怕撑。说到木瓜，许多人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它助消化的功能。没错，木瓜里头藏着一位神奇的小帮手，名字叫木瓜蛋白酶。这种天然酵素可以分解蛋白质，就好比把一条长长的蛋白质链剪成一段段小积木，让我们的肠胃更容易吸收。不仅如此，木瓜蛋白酶还能帮助分解脂肪和碳水化合物，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消化辅助器。想象一下，在一顿丰盛大餐后，你肚子里挤满了鱼肉大餐、烤肉拼盘，胃正辛苦的工作。如果饭后来上一片木瓜，里边的酵素就像派遣了一支清道夫队伍进驻胃肠，他们分工合作，把难消化的蛋白质大分子切割成小碎片，加速食物分解。不久你就会感到胃里轻松许多，原本胀胀的感觉也缓解了。难怪在传统习俗中，很多人喜欢饭后吃点木瓜当甜点，既解腻又助消化，这是非常明智的养生智慧。木瓜助消化的妙用自古有之，南美洲的原住民在烹调肉类时，常常利用木瓜嫩叶包裹肉块来嫩化。因为木瓜的乳白色汁液中富含蛋白酶，可以软化肉质，分解筋膜，让烹煮出来的肉更加鲜嫩可口。这种传统知识后来也传到其他地区，比如有些亚洲料理会在炖肉汤里加几片青木瓜，不仅增加风味，还能让肉汤更容易消化。可见木瓜酵素对蛋白质的分解能力有多强大。现在市面上甚至有木瓜酵素锭、消化酵素补充剂等产品，专门供应给消化不良的人。而我们直接吃新鲜木瓜就能获得这些好处，天然又便宜。除了酵素，木瓜中高含量的水分和膳食纤维也是肠胃的好朋友。一颗成熟的木瓜水分足，吃下肚会让胃肠保持湿润，有助于食物的推进和养分吸收。而膳食纤维则如同肠道的扫帚，帮助清扫堆积的残渣，预防便秘。很多人一提到肠胃保健，就想到吃优格、益生菌。其实别忘了，简单的水果纤维同样重要。木瓜软嫩的果肉特别好消化，纤维属于可溶性纤维较多，特性温和，不刺激肠道，非常适合肠胃功能较弱或老年人食用。饭后适量来上几块木瓜，能减轻肠胃负担，让整个消化过程更顺畅。有趣的是，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，木瓜还被当作治疗胃溃疡的辅助食品，因为木瓜酵素和其他植化素被认为可以平衡胃中的细菌生态，减少幽门螺杆菌等有害菌的作用，加上木瓜的粘液质地能缓和胃壁刺激，所以适度吃木瓜对有胃酸过多、消化不良甚至胃炎的人来说都有一定的舒缓效果。当然，如果有严重的胃溃疡，还是要看医生，但把木瓜当作日常保养是相当不错的。总而言之，木瓜就像肠胃的贴心管家，吃多了大鱼大肉，它来帮你解腻消食；排便不顺时，它来帮你润肠通便。难怪有人幽默地说，木瓜是吃货的好朋友。如果你平常肠胃容易胀气不舒服，不妨试试每餐后吃上一小碗木瓜，
这天然的消化剂或许能让你重新享受美食而无后顾之忧。6. 抗发炎，减轻炎症，关节灵活不僵硬。慢性发炎被视为许多疾病的根源，包括关节炎、心血管疾病，甚至癌症。体内若长期存在隐性的炎症反应，细胞就处在一种紧张、受伤的状态。我们平常浑然不觉，但其实身体正在被慢性发炎慢慢侵蚀。这时候，多吃一些抗发炎食物可以帮助身体灭火。很幸运，木瓜就是这样的抗发炎高手。首先，木瓜富含各种抗氧化营养，而抗氧化物往往同时具有抗发炎的作用。例如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能中和发炎时产生的大量自由基，减轻自由基对组织的攻击。再比如，木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可转化为维生素 A， 这也被证明有助于降低发炎指数。营养学家发现，经常摄取水果蔬菜的人，身体的 C 反应蛋白水准通常比较低，这意味着全身性炎症程度较低。木瓜作为高抗氧化、高营养的水果，无疑能为身体提供对抗炎症所需的武器。更神奇的是，木瓜酵素不仅助消化，在消炎镇痛方面也有所表现。传统医疗中，木瓜酵素有时被外用于伤口或患处，以减少肿胀发炎。举个例子，热带地区的人们在被水母蛰伤或被蚊虫叮咬时，常拿新鲜的木瓜肉敷在伤口上。由于水母毒液和昆虫毒素多是蛋白质构成，木瓜酵素能把它们分解，从而减轻红肿疼痛。这种民间智慧背后其实有科学道理。木瓜酵素就像天然的消炎药膏，能温和地减少组织发炎反应。对于关节炎患者而言，木瓜也值得成为餐桌上的常客。关节炎最令人困扰的就是疼痛和关节僵硬，而这些症状很大程度上是炎症因子导致的。木瓜中的抗氧化物质可以抑制身体产生过多的发炎化学物质，比如前列腺素、细胞激素等。当发炎减轻，关节肿胀和疼痛自然会缓和一些。一些研究甚至指出，每天补充足量维生素 C 的人，罹患关节炎的风险比维 C 缺乏者明显降低。因为维生素 C 参与胶原合成，对软骨健康有益，又能抗氧化、抗发炎，双管齐下保护关节。而木瓜正是维 C 大户，对中老年人的骨骼关节很有帮助。此外，木瓜所含的叶酵素等植物化合物据说也具备抗炎活性。虽然这方面研究还在进行，但已有初步证据显示木瓜提取物能降低发炎细胞的活性。甚至在某些动物实验中，木瓜成分被证明可以减轻关节腔的发炎状态。这是否意味着常吃木瓜能防止关节退化呢？虽还不能断言，但以木瓜的营养价值来看，把它纳入抗炎饮食绝对是明智之举。简单来说，木瓜就像体内的灭火队员，哪里有发炎，它敢去支援一下，减轻炎症对健康的威胁。从皮肤的红肿、关节的疼痛，到血管内壁的发炎沉积，木瓜提供的抗氧化抗炎物质都能有所帮助。当然，它不是止痛药，不能立竿见影治疗急性疼痛，但却能在日常中悄悄改善体内的炎症环境。长远来看，这对预防慢性疾病大有裨益。想要身体少发炎，关节灵活有弹性，不妨经常来点木瓜，让你的身体保持在清爽无火的状态。7. 美容养颜，皮肤亮丽，延缓衰老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而木瓜恰恰是美容圣品。很多昂贵的保养品其实都蕴含了木瓜提取物或其中的营养精华。直接吃木瓜，更是从内而外为肌肤提供养分，让你由内而外散发年轻光彩。首先，木瓜超高的维生素 C 含量对皮肤抗老化极为重要。维生素 C 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必要元素。胶原蛋白好比皮肤的支架，决定了皮肤的弹性和紧实度。我们的皮肤随着年龄增长，胶原流失就会出现细纹松弛，而充足的维生素 C 能促进胶原蛋白不断新生，维持皮肤结构的完整。每天吃一碗木瓜，摄取到丰富的维 C， 等于给肌肤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合成胶原的原料。久而久之，你可能会发现皮肤比同龄人更为细致紧致，皱纹晚点到来。难怪很多女明星的果汁餐单里都常出现木瓜的身影，因为这是公认的维 C 强化果，能让气色红润、皮肤光泽。除了维 C，
木瓜中的维生素 A 和各种酵素对皮肤也十分有益。维生素 A 能促进皮肤和黏膜的健康，减少角质堆积，预防皮肤干燥粗糙。在临床上，维 A 类药物常被用来治疗痘痘或干癣等皮肤问题，可见维 A 对皮肤的新陈代谢有多重要。而木瓜就是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，吃木瓜等于给皮肤补充了天然的维 A 前驱物，让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处于较佳状态。难怪许多人发现常吃木瓜肤质变好了，痘痘也比较不容易冒出来。木瓜的木瓜酵素不仅在体内发挥作用，在体外也是温和的去角质好手。很多护肤品公司将木瓜酵素添加进洗面乳、磨砂膏或面膜中，因为它能够分解皮肤表面的死皮细胞，达到去角质、淡化斑点的效果。自己在家也可以 DIY 一个木瓜面膜，取几块熟软的木瓜肉捣泥，均匀敷在脸上10分钟再洗掉。你会发现皮肤变得光滑细腻，摸起来滑溜溜的。这就是木瓜酵素温和去除老废角质的结果。比起化学酸类去角质，木瓜酵素要温和安全许多，敏感肌也适用。更厉害的是，木瓜连促进伤口愈合都有一手。皮肤受伤后形成疤痕与否，跟发炎程度和胶原新生有关。木瓜的抗炎作用能减少疤痕组织形成，而维生素 C 则帮助胶原填补伤口。据说在传统药疗中，木瓜果肉被用来敷在烫伤或割伤上，能加快愈合，防止感染。现代医疗中也有木瓜酵素和尿素配成的药膏，用于清除坏死组织，帮助伤口快速长出新肉。对一般人而言，当然不需要这么医疗手段，只要平时营养跟得上，皮肤的小擦伤愈合都会比较快。而木瓜正好提供了伤口愈合所需的大量维生素和水分。有人形容，常吃木瓜的人皮肤就像木瓜果肉一样水嫩有弹性。虽然有点夸张，但确实木瓜对保持肌肤年轻化有独到之处。除此之外，木瓜还富含维生素 E、锌和各种抗氧化花青素、黄酮类物质，这些都能保护皮肤细胞免受紫外线和污染伤害。当皮肤少受伤，老化速度自然减慢。试想，每天给肌肤吃一勺木瓜甜点，10年后它回报给你的可能是一张紧致少斑的年轻脸庞。内外兼修之下，木瓜让美丽不再是昂贵保养品的专利，而是人人吃得起的养颜妙方。8. 保护视力，明亮双眸，预防眼部退化。现代人用眼过度，手机电脑不离手，眼睛提早老化，出现白内障或黄斑部病变的情况越来越常见。如果想要拥有明亮健康的双眼，除了少玩手机，多吃护眼食物也是关键。木瓜正是一种极佳的护眼水果，能帮助我们守护宝贵的视力。木瓜橙红色的果肉透露出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讯息。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变为维生素 A， 而维 A 是维持视觉功能不可或缺的营养素。当维生素 A 不足时，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夜盲症，在光线昏暗时看不清楚。而只要维 A 充足，眼睛在黑暗和明亮环境间调试就比较灵敏，不容易出现夜盲或干眼症等问题。木瓜提供了丰富的维 A 前驱物，每天吃些木瓜有助于预防干眼、夜盲，保持泪膜滋润和视觉灵敏度。对长期用眼或中老年人来说，这点尤其重要。除了维 A， 木瓜还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2种重要的植物色素，虽然含量不如绿叶菜那样高，但也有一定贡献。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正是人眼视网膜黄斑区主要的色素，负责过滤有害的蓝光，保护视网膜细胞免受伤害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黄斑部的叶黄素含量会下降，导致视网膜容易受蓝光氧化伤害，久而久之形成黄斑部退化，视力严重受损，甚至失明。因此，多摄取叶黄素丰富的食物是护眼的良策。木瓜中适量的叶黄素加上满满的维生素 C 一起发挥作用，可以降低白内障和黄斑部病变的发生率。维生素 C 对眼睛的水晶体也有保护作用。研究显示，维 C 摄取高的人群，白内障的风险比较低，因为维 C 是水晶体中的主要抗氧化剂之一。木瓜恰好提供了这样的营养组合，对中老年人的眼睛保健很有帮助。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，
木瓜所含的抗氧化营养可以改善眼睛周围的微循环。有些人容易觉得眼睛干涩或视力模糊，其实可能是眼部微血管循环不佳、供氧不足所致。维生素 E、C 等有助于保持微血管健康，让血液更好地流经眼睛各个角落，提供营养和氧气。同时，木瓜的抗炎特性也可能减轻眼睛组织的小炎症，像有人长期戴隐形眼镜导致的角膜轻微发炎，平时吃点抗炎食物或许能有缓解作用。总之，木瓜就像眼睛的天然护目镜，提供维 A 让你在黑暗中看得清，提供叶黄素对抗蓝光伤害，提供维 C1 防止晶状体混浊。长期下来，常吃木瓜的人到了老年或许依然眼明手快，不容易被白内障和黄斑部病变困扰。古人说，食补胜过药补，与其等眼睛出了问题再手术，不如现在就开始吃出亮眼睛。每天一小碟木瓜当点心，为你的视力保险加码，让双眸保持年轻透亮，继续带你看遍世界的美好风景。9. 强健骨骼，补钙帮手。骨头结实不疏松，提到骨骼保健，大家可能立刻想到牛奶补钙，晒太阳补维生素 D， 但其实水果在强健骨骼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。木瓜虽然不含很多钙质，但它富含帮助骨骼吸收和利用钙的关键营养，被称作骨骼的隐形守护者。首先，木瓜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K， 别看木瓜甜甜的，我们平常吃水果很少想到维生素 K， 但100克木瓜就提供了约 2.6 微克维生素 K。 维生素 K 是人体制造骨骼蛋白质的必要辅因子。简单说，人体把钙变成骨头需要维 K 参与，如果缺乏维生素 K， 即使钙吃得再多，骨质形成也可能受到影响。所以维 K 被誉为骨质守门员，可以减少骨质流失，降低骨折风险。有研究显示，饮食中维 K 不足的人，骨质疏松和髋骨骨折的发生率较高。相反，只要维 K 摄取充足，骨头中的钙质比较不容易流失到血液中。木瓜虽算不上维 K 超级来源，但作为日常水果的一部分，能帮我们稳定的补充维 K， 一点一滴的强化骨骼。其次，木瓜富含镁和钾，这两者对骨骼健康也很重要。镁是骨骼矿物质成分之一，超过一半的镁存在于骨头里。镁参与维生素 D 的代谢，没有足够镁，维生素 D 无法有效帮助钙吸收，而钾则可以中和体内过多的酸性。当我们摄入过多肉类或盐分时，身体环境偏酸，为了中和酸性，身体会动用骨骼中的钙释放出来做缓冲，长期下来就造成骨钙流失。饮食中富含蔬果的人，身体酸碱比较平衡，骨骼中的钙流失率也较低。木瓜提供的镁和钾虽然不是极高，但作为日常水果完全不含钠，钾镁却有在维持钙平衡上功不可没。还有，木瓜充沛的维生素 C 对骨骼结构也有益。听起来奇怪，维 C 怎么和骨头有关？其实，骨骼中的胶原蛋白同样需要维生素 C 来生成。胶原蛋白是骨骼的有机机制，它如钢筋一般支撑钙质沈积。如果维 C 不足，胶原合成受阻，骨骼可能变得脆弱易折。适量摄取维 C 可以促进骨质形成，并减少发炎对骨细胞的破坏。有研究指出，维 C 摄取多的老年人骨密度更高，髋骨骨折率更低。木瓜正是维 C 的极佳来源，对中老年人的骨骼健康有正面影响。综合来说，木瓜并不是直接补钙的食物，但它提供了一组对骨骼非常友善的营养素维生素 K， 帮助钙沉积镁，促进维 D 功能，钾维持骨骼钙质不流失，维 C 促进骨胶原生成。把这些因素都顾到了，骨骼自然强韧不少。有营养师建议，我们在补钙时别忘了补助攻，也就是多吃蔬果，提供上述营养。而木瓜作为美味的水果，把补骨所需的一切都融入甜美滋味中，是不是很诱人呢？如果你担心未来骨质疏松或是家族有骨松病史，现在开始除了喝牛奶，也请每天给自己来几口木瓜。这柔软的果肉正在默默守护你身体最硬的部分，让你老了也能腰板挺直，健步如飞。10. 稳定血糖，低 GI 水果，糖友也能安心吃。甜滋滋的木瓜，糖尿病患能吃吗？
很多人直觉认为木瓜很甜，糖分一定高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木瓜的甜味主要来自果糖和葡萄糖，但含量并不算特别高，而且它水分多，纤维多，属于中等升糖指数的水果。这代表吃适量木瓜不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，相对安全。因此，木瓜被认为是糖尿病友好的水果之一。一碗约150克的熟木瓜，含糖大约15克左右，热量约60卡路里，属于低热量高营养的食品。如果把木瓜当作点心，它比起饼干、蛋糕这类精致甜食要健康太多了。对于血糖控制的人来说，用木瓜取代部分甜点或高糖水果，可以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至于让血糖飙高。更棒的是，木瓜丰富的纤维有助于延缓糖分吸收，膳食纤维在胃肠中形成粘稠的胶质，包裹着葡萄糖慢慢释放，这能避免餐后血糖尖峰。许多糖尿病患者饭后血糖容易很高，如果餐后吃的是木瓜而不是蛋糕，血糖曲线就会平缓许多。此外，木瓜内含的抗氧化物质对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也可能有益。第二型糖尿病和胰岛素阻抗有关，而氧化压力是导致胰岛素作用变差的因素之一。木瓜的维生素 C、E 和类胡萝卜素可以减轻体内氧化压力，保护胰岛细胞免受自由基破坏。有小型研究发现，让糖尿病患者补充富含抗氧化的食物，几周后他们的空腹血糖和糖化血色素都有些许改善。虽然木瓜不是药，不能直接降糖，但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，长期看有助于更稳定的控制血糖。不仅如此，木瓜提供的微量元素，例如铬在体内对碳水化合物代谢也有辅助作用，这可能进一步利于血糖平衡。还值得一提的是，糖尿病人常有伤口不易愈合、免疫力较差的问题，而木瓜正好能在这方面提供帮助。前面提到木瓜促进伤口愈合和提高免疫的作用，对糖友而言也非常珍贵。糖尿病足或皮肤小伤口如果能恢复快一点，感染风险就降低了。木瓜的维生素 C、A 等养分为身体提供了修复必需品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糖尿病并发症的状况。当然，再健康的水果也要适量，如果血糖控制不佳时，一次也别吃过量木瓜。建议糖尿病友每次摄取木瓜约半碗到1碗，并计算在每日的碳水化合物总量内。最好在2餐之间当作点心，或与蛋白质一起食用，减缓糖分吸收。如此一来，木瓜就能成为糖友的营养好伙伴，而不是负担。总之，木瓜虽甜，却甜得自然，配合纤维和丰富营养，使它对血糖影响温和。一般人更不用说了，完全可以安心享用这甜蜜又健康的水果。把精致糖点心换成木瓜，不仅腰围瘦一圈，血糖值也会笑嘻嘻的给你掌声。11. 控制体重，低卡高纤，减重瘦身好帮手。如果你正在为了减重烦恼，经常觉得节食很痛苦，那么木瓜会是你的福音。作为一种低热量、高纤维、高营养的水果，木瓜非常适合纳入减肥食谱，帮助你在瘦身的路上走得更轻松。一碗150克的木瓜只有约60卡路里，却能带给你满满一肚子的饱足感。这是因为木瓜中将近 90% 都是水分，再加上纤维的作用，吃下一碗木瓜后，胃里觉得充实，自然食欲就降低了。很多减肥的人痛苦在于经常感到饥饿难耐，而木瓜可以缓解这种饥饿感。它甜美可口，弥补了嘴馋，又因为纤维和水分占据胃部空间，让你比较不会想去夹第二份正餐或偷吃垃圾食物。你可以把木瓜当作2餐之间的健康点心，或饭前20分钟吃上几片，这样正餐时食量会减少，自然而然就少摄取了热量。木瓜的纤维还有一个额外好处，就是促进肠道蠕动，减少便秘。有些人发胖，其实部分原因是肠道肌醇宿便，小腹胀大。当纤维摄取足够时，排便顺畅，整个人看起来也会轻盈一些，而且排便顺利，新陈代谢才会跟着提高，减肥的效率也就更好。木瓜算不上纤维最高的水果，但胜在易消化，容易吃上一大份也不觉撑。比起吃几根芹菜或一堆生菜沙拉，你可能更愿意吃一碗香甜的木瓜吧。
这也是减重的心理战略之一。找到健康又喜欢的食物，才能长久维持瘦身饮食。木瓜正符合这点，让减肥不那么痛苦。木瓜还富含多种维生素，可以支持代谢。减肥过程中如果营养不良，代谢反而会变慢。但木瓜提供的维生素 C、B、族、叶酸等等，都是参与体内代谢反应的辅酶和必要物质。例如维生素 B6 参与蛋白质代谢，叶酸参与核酸和氨基酸代谢，维生素 C 则对脂肪代谢和肉碱合成有帮助。这意味着适量吃木瓜可以确保你在热量摄取减少时，营养素仍充足，不至于搞坏新陈代谢。很多节食减肥者容易面黄肌瘦或免疫力下降，就是因为饮食过度单一没营养。但如果每天补充点木瓜这样的水果，能弥补维生素缺口，让你越减越健康。木瓜甚至可以用来取代高热量甜品，满足口腹之欲又不怕胖。夏天时把木瓜切丁冻在冰箱，想吃冰淇淋时就拿出来当天然的雪糕，或把木瓜加点优格打成果昔，当作早餐或代餐饮品，既有饱足感又摄取了优质营养。很多台湾人喜欢喝木瓜牛奶，其实适当比例调配下也是不错的。瘦身饮品蛋白质、纤维、维生素一次获得，比珍珠奶茶健康太多了。总而言之，在减重之路上，木瓜就像一个贴心助手，既帮你管住嘴，又帮你迈开腿。而且木瓜价格亲民，四季可得，随手可食，是减肥族的平民秘方。不妨试试，当其他人还在挨饿节食时，你每天甜甜的吃着木瓜，体重也在慢慢下降，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棒呢？12. 延年益寿，养肝护肾，传统妙用多。综合前面所说的种种好处，我们可以发现木瓜几乎从头到脚照顾了身体的每个系统，难怪它在民间有万寿果的称号，意思就是吃了可以让人长寿的水果。事实上，木瓜确实有延年益寿的潜力，因为它能预防许多随着年龄增加而来的慢性疾病，例如心血管疾病、退化性眼疾、骨质疏松、免疫力下降等，木瓜都一一提供了预防的可能。换句话说，每天一颗木瓜，长期下来可能真的帮助你多活几年，健康多几分。在长寿研究有名的冲绳群岛，当地人的传统饮食就常包含青木瓜。冲绳人会把青木瓜当作蔬菜入菜煮汤，认为它能补充身体元气，促进长寿。冲绳岛上100岁老人比比皆是，除了基因因素，饮食被认为是关键，而木瓜正是其中一个秘密武器。这也印证了木瓜的养生价值在不同文化中都被重视。木瓜还被视为护肝排毒的好食材。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工厂，现代人难免接触酒精、药物或各种环境毒素，肝脏负荷很重，如果肝功能不好，人容易疲倦，免疫力差。木瓜所含的大量抗氧化剂能减轻肝脏解毒时的氧化压力，维生素 E、C 等则能保护肝细胞膜不受自由基攻击。有人把木瓜和其他蔬果一起打成蔬果汁，每周喝几次，发现肝功能指数有改善趋势。虽然木瓜不是药，但作为日常肝脏保养的一部分，确实有其科学道理。抗氧化剂多了，肝细胞就不易发炎受损。另外，木瓜的纤维可促进肠道蠕动，缩短废物在肠内停留时间，减少毒素被重吸收，有助于身体的排毒机制畅通。中医也认为脾胃调和有助于肝胆疏泄，木瓜正有健脾促消化的功效，间接利于肝气顺畅。谈到中医，木瓜在传统医学和民间疗法里也有不少妙用。例如，在中医理论中，成熟的番木瓜味甘性平，有健脾消食、清暑解渴的作用。未成熟的青木瓜性微凉，还被认为可以舒筋活络、治脚转筋。更广为人知的是木瓜通乳的说法，东亚许多地方都有产妇吃青木瓜炖鱼汤来催奶的传统。青木瓜丰富的酵素和营养，据说能刺激乳汁分泌，帮助新手妈妈提高泌乳量。现代观点看来，青木瓜炖汤能增进产妇的食欲和营养，摄取自然奶水就多了。这跟木瓜酵素帮助蛋白质吸收也有关。无论原理如何，这项流传已久的经验至少证明木瓜对女性的生理调养有益。除了催乳，
民间还有用木瓜调经的偏方，据说青木瓜煮汤能缓解经痛。虽然这方面科学证据不多，但木瓜富含营养和抗炎物质，对女性月经期间的身体调理可能确实有助益，至少可以补充能量，减轻不适。另外，木瓜籽也是宝，在一些热带国家，木瓜籽被拿来当作驱除肠胃寄生虫的天然疗法。木瓜籽尝起来微辣带苦，其中含有一种叫做硫代葡萄糖苷的成分，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。传统上孩子感染肠虫，父母会喂他们吃几颗木瓜籽磨成的粉末，帮助把肠道里的虫赶跑。现代研究也证实木瓜籽萃取物对某些寄生虫有效。不过木瓜籽口感辛辣而且过量，可能刺激肠胃，一般人浅尝即可，不宜大量生吃，否则可能拉肚子。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，木瓜全身是宝，从果肉、果籽到树叶，在传统医学里都有各自的用武之地，难怪被誉为神奇的热带礼物。综上，木瓜的养生功效覆盖面之广，令人叹服。它可以说是集上述11条功效于一身，最终带来的总效应就是让人更健康、更长寿。当然，长寿不可能只靠一种水果就达成，但木瓜提供了诸多实现健康老化的因素。当我们把木瓜融入均衡饮食，加上运动和良好生活习惯，岁月带给我们的也许将不只是皱纹，还有长久的活力与平和的笑容。正因为如此，木瓜才能在民间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，被视作逆天改命的养生佳品。古人夸张地说它能改命，其实指的就是通过持续的保养改善健康，延长高品质寿命的意思。在这方面，木瓜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平民英雄。